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越南之行，企图挑拨中越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此行他却出了一个大糗，拜错了坟。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在访问越南期间，哈里斯呢于25日在首都河内的某纪念碑前停下来放了一束花，试图向前美军飞行员和参议员麦肯恩致敬。然而报道称，此处其实是麦肯恩被俘虏的地点，而这块碑纪念的也正是当年的俘虏事件。哈里斯此举呢，可以说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麦肯恩何许人也？哈里斯此行为什么要跑到他被俘点去献花？我们知道前几年美国有一艘舰名为麦凯恩号的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和一艘大商船相撞，这艘驱逐舰遭到了严重的损毁，还死了好几个人。这件事呢，是美国第7舰队的一次重大事故。那么名为麦凯恩号的这艘驱逐舰是纪念美国什么人的呢？美国历史上有3个叫麦凯恩的名人，其一叫老约翰·麦凯恩，此人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官拜海军上将。其二是小约翰·麦凯恩，此人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他的军衔也是上将。第3个就叫约翰·麦凯恩了。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是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经常驾驶 A4 天鹰攻击机飞到越南上空实施狂轰滥炸。而且和约翰·麦凯恩有关的一次事故可以说也非常有名。这是2战之后美国航母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航母事件。越南战争期间的某一天，这艘航母准备派一批飞机起飞到越南实施对敌攻击作战。在准备期间，一架 F4 鬼怪舰载战斗机翼下挂的一枚火箭弹突然走火了，这枚火箭弹穿过整个甲板，最后命中了停在甲板上的另外一架舰载机。这架舰载机呢，已经加好了油，挂好弹，也是准备起飞的。结果它的副油箱被火箭弹命中，从而燃起了大火。而这架舰载机上的飞行员正是约翰·麦凯恩。麦凯恩看到他的座机被火箭弹命中了，而且燃起了大火，他迅速的关闭了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如果被熊熊燃烧的大火引爆，那个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他关闭发动机之后，从座舱里面爬出来准备逃生，那么结果下面是一片火海，那怎么办？他灵机一动，踩着 A4 天鹰攻击机的空中加油管，从机翼跑到机头，最后跳出了火海，躲过了一劫。但是他的座机由于这个剧烈燃烧，引爆了翼下挂载的炸弹，最终呢当场造成了10几个人的死亡。这还不算，这架飞机爆炸之后，甲板上的飞机接二连三的起火爆炸，甚至呢把甲板还炸穿了，一直炸到机库，当场损毁了几十架舰载机。这艘航母严重受损，最后不得不拉回到美国进行修理。那么麦凯恩后来如何了呢？他在这次事故中呢，麦凯恩没事儿，但是呢后来他依然在航母上服役，而且驾驶的还是 A4 天鹰攻击机。他前后驾机在越南上空实行了20多次对地攻击任务。最后一次他在轰炸越南的一个发电厂的时候他的座机被击中了。麦凯恩跳伞逃生，被越南俘虏了。越南开始给他送到医院去治疗，因为他跳伞时候已经负伤，但是后来发现此人的背景比较强大，是官3代，爷爷父亲都是海军上将，因此呢对他进行严刑拷问。据说他是没有泄露任何机密，但是越南让他写悔过书，他开始写了，而且签了字。但是越南方面觉得这个悔过书写的还不太到位，让他重写，他拒绝。于是呢严刑拷打继续进行。可以说在越战期间约翰·麦凯恩可是吃了不少苦头。越南战争结束之后，
他作为战俘被释放，回到了美国，后来从政当了参议员，而且是资深参议员，曾经当过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此人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大，在2008年的时候和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再次败北，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可低估。2018年麦凯恩因脑癌去世，他去世前留下遗言，禁止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加他的葬礼，因为这个人和特朗普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但是麦凯恩在美国政界却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此人是一个顽固派，而且经常插手亚洲事务。比如说他跑到日本，竟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同时呢他在菲律宾也发表过反华的言论。就是这么一个死硬分子，哈里斯此行却要给他献花。那么这个献花的举动可以说在越南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个纪念碑纪念的是越南击落麦凯恩的座机，而且呢在这个地方把他俘虏了，所以说越南人在那立了一个碑。现在哈里斯跑去献花，显然是拜错了坟。有越南网友愤怒地说，他在五元甲的诞辰日参观了麦凯恩被击落的地方，而后者轰炸了越南22次，是一个战犯和骗子。美国的回归真是够了，他还指望越南和美国站在一起，白日做梦吧。还有的越南网友指出，麦凯恩执行的这次攻击任务轰炸的不是军事目标，而是发电厂这样的民用目标，这样的行动是战争犯罪，因此将其击落并俘虏、长期关押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哈里斯为这么一个战争罪犯献花，是侮辱了越南人的智商。那么哈里斯的此举啊，在美国的推特上也遭到了批评声。有人质问，河内怎么会有纪念轰炸越南杀害平民的纪念碑呢？难道他不是在一个针对民用设施的任务中被击落的吗？还是在一个与我们无关的国家？可以说，哈里斯这次访问越南，企图是想拉越南和中国暗中抗衡，但是他此举却起到了反作用，可以说他得到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